Jigsaw， 他是我们家的搞笑担当，承包了我们装修过程中所有的笑点。网上对他的评价啊，喜忧参半，但是我个人呢，从来也没有 get 到他好用的点。今天呢，我们就再给他一次机会，我们想要做一个小物件，只用 Jigsaw 来做切割。这是我们鼓鼓的卧室加餐厅，它的碗呢，平时是放在地上。今天我们想给它做一个抬起来的小饭盆，用我们上一次做床头柜和酒柜剩下来的边角料。这个小桌子的高度得根据这个小家伙的身高来量一量，你量一下是多高合适？那就这么高。这么高呀？不低头吃，就直接站着吃。你觉得呢？行吧。Jigsaw 嘞声称他很擅长切那些犄角旮旯啊，所以我今天准备再给他增加一点挑战，给我们鼓鼓的小餐桌加一点 Catonality。开始之前呢，先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 Jigsaw。我这有一个小锯条，上次用了一下下，但约等于全新的。我这个锯条是用来切金属和木头都行的，属于快切锯条，所以说它可能边缘会稍微糙一点。上锯条呢，就是把它给卡在这就可以了，下不来就行了。此外呢，它这里还有几个档位，根据你切的东西不同，你可以换一下档位。我们这怎么也得到3吧，高速切木头。好了。Jigsaw 的优点呢是它可以切曲线，但是它缺点是它切不直，所以为了游戏的公平性，因为我要切这条直线嘛，我准备在这给它卡一个尺字，指引着它切直。我已经为 Jigsaw 做了我能做的所有了，它要再切不好就不赖我了。你看啊，即便我给它放了一根导轨，但是它这个锯片非常的软，努力靠着它的过程中呢，它已经被推到了边上，所以我刚切的那一条已经弯了，而且它这样撇着待着很容易卡锯条。你看，就是因为刚刚说的，它现在已经切歪了，所以还得返工。等一下，在我的监督之下啊，切成了这样，一点都不直。曲线锯吗？它本来就不直。痛定思痛，我觉得也可能不是锯的问题，是锯片的问题。我给他配的锯片是他自己这个牌子的锯片，他自己这牌子的配件都不太好用，所以我买了一包新的配件啊，看看切起来会不会容易一点。好了，哇塞，是有区别，这个好像的确是切起来快得多，锯片不容易被卡住，而且你要是比较一下效果的话，这边很明显的是不直的，这边。基本上是直的，直的多，没切到的一小点啊，这基本上就是直的。Jigsaw 切成这样我已经很满意了，精度已经很不错了，除了最开始鼓了包的那个地方，等一会儿稍微再磨一磨。下面挑战升级啊，切这个小猫脸儿。这个是孩子的饭碗，要在中间掏一个洞。现在我们要在它的桌面上掏一个圆，这样碗才可以坐下去。像这种圆怎么掏呢？来，给你看啊。办法就是呢，你先在这儿打个洞，让你能够把你的 Jigsaw 的锯条给插进去，哎，然后就可以开始切了。这么合适？来吧，我切了啊。好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小窍门 ，Jigsaw 切的呢正面会比较粗糙，反面的切口是比较细的，所以你可以用它的反面来当正面。切桌面。好了，这位同学的餐桌就做好了，稍微有一点往那边倾斜，就是为了他吃的时候舒坦一点。
最后嘞，Jigsaw 其实还有一个隐藏功能，大部分都有这个功能。你把它松开的时候，下边这个铁皮是可以转的，这样呢，你就可以切出30度角、45度角，就不一定非得是垂直的。比如说你想做一个上一期我们床头柜那样有一个斜切角，玩一点小的花样的话，它也是可以做到的。其实呢，Jigsaw 是有很多优点的。第一呢，它是可以切曲线，你可以用来切一些奇怪的图形。相比别的锯子来说，它比较的小巧，比较的轻便。第三就是它对于女生来说没有台锯、圆锯那么吓人，也比较新手友好。之前是我误会了 Jigsaw，不是它不好用，是我的锯条太不好用了。千万不要买他自己家这个牌子的，要买专业的锯条。对不起啊，如果你平时只想做一些小的 project，然后又不太敢用那些特别大的锯子，我觉得它还是一个挺好的选择。那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，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